我要看一下这个叶子整体的一个布局，这个叶子怎么加才好看啊？这个时候就要看整体了，要看整体叶子从哪里走。好，来，我们加叶子加枝干啊。这个颜色里面有这个胭脂，那我们直接加点这个藤黄和三绿进来，就直接可以加叶子啊。三绿要加点藤黄啊。这里加一点点这个嫩枝干啊，这个嫩枝干我们先少加一点点，因为现在不知道它往哪里走好，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往哪里走好。好，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一朵花里面它往哪里走。好，这一条画的有一点点大，有点，你看我也有失误的地方，就是我在点评作业的时候也是在说，但有的时候有的家人们画这个叶柄哈，也是没有有的时候是没有发挥好，偶尔会有一笔，因为越是小越是不好画，如果说这个叶柄长一点还更好画一些。好，这里也加一点叶子啊，这里加一点叶子。我们现在是安排这个叶子的一个走向，调一点藤黄，调一点胭脂，水分不要太大了，而且只要这个平。好，这里来一组叶子，这两组有点平行，待会儿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要打破它的一个平行哈。待会儿我们画叶子的时候，这两组要把它区分开来。来，我们画叶子，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是三青加墨了。来，直接这里啊，上次画的三青加墨了。好，三青加一点点水，把它调和一下，再加一点点水吧。三青加一点点水，把它调和，然后三青也不要纯三青哦，三青里面也加一点墨进来，三青加点墨进来调一下，因为三青这个颜色它本身很鲜艳，如果说直接画进去的话，它会很跳，在这个画面的颜色很跳，所以我们加点墨把这个三青调和一下。好，来画的时候笔尖再蘸这个浓墨啊，笔尖蘸浓墨，调一下哈，调均匀。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笔尖蘸墨啊，这一片叶子我们就不要让它挡住花了。
好，注意这个前后的这个关系。好，这个后面有一片叶子。好，这里来一组，再来加一点墨啊，再来加一点墨。好，这一组叶子。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好，笔上再蘸一点墨。好，笔上蘸一点墨。笔上墨不够，再加一点啊，加一点墨。好，这里来一组叶子。好，这里里面还有一些叶子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画面啊，看一下整个画面。再蘸一点三青，蘸一点三青，蘸一点墨。好，蘸一点三青，蘸一点墨。好，这一片来大一点啊。好，这里来一组啊，这里来一组，直接加一点墨，直接加一点墨，颜色不要太深，就是不要每一组的颜色都那么深，让它有一些深浅变化。直接蘸一点水，然后蘸一点墨就去画。好，后面这一组叶子啊，这一组叶子也是一样，就不要太深了啊，直接蘸这个。哎，这个墨没，这不是墨啊，有点刚刚没画那个扇子多余的颜色。好，这个不要平行，我们往上。好，这一组叶子就往上啊，往上翘，不要让它跟这一组叶子完全平行，让它有姿态。好，再来蘸一点点啊。好，然后底下再来加一点点啊，蘸一点三青，蘸一点墨。
好，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加一点点嫩叶进来，加一点嫩叶，加一点这个三绿藤黄，蘸一点胭脂。好，我们现在就是先大胆的去画，后面我们还要慢慢去看一下这个叶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现在我们看这个叶子，现在看整体叶子很散，不是一点散，是特别散。我们要去怎么去把它整回来？现在看着它的叶子很散啊。好，我们先加一个老枝干，加个老枝干，我们再来调整整理。墨没有了，再加一点墨。好，调整一下啊，加一些这种抬点。我们要看一下怎么去整理啊，整理这个画面，整理这个枝干。好，这里加一组叶子吧，来一点这个三青，来一点三青，来一点墨，把这里再加一点叶子。还加一点这个胭脂，把这个叶柄这里。好，加一点三青，加点墨，然后这个里面啊，里面再加叶子，加深一点，就把这里面的缝隙啊，再把它灭掉一些。好，让这个来一点这个浅色的这个出来。好，让这个密的地方，让密的地方更密一些。好，包括这些地方，这些缝隙不要太多了。就咱们把密的地方加密，它整个画面它才不会散。好，这里也是啊，加黑一点。这缝隙里面可以加上更深一点的，才把这个叶子的这个形状衬托的更好。
其实这就是后面调整画面的时候。这里其实要来一个嫩质感好啊，这一场不要这个老质感啊，这里待会儿我们覆盖一下，画一点这上面这一朵花，画一点嫩质感下来。我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啊，看一下整体，看一下还要不要加叶子啊？看哪里还要加叶子呢？好，这里加黑，有可能是这个枝干伸出来啊，不管它，就把这个缝隙加黑一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这个叶子，还要不要再去调整一下？有哪里需要去调整？仔细的观察。加一些浅浅的叶子进来吧，加一些淡淡的层次。也太干了啊！让整个画面有这个深浅变化。后面这里也加一点点，你是不是看不见了？好，这个后面这里加一组。感觉后面那一个叶子加的有点多，希望它干的能变浅一点啊！希望它干的能变浅一点。它干了是会变浅啊。那这里的缝隙就要留一些。不要把所有的缝隙都灭了。好，这里来一组。看一下这个整个画面。整个画面我们先这样吧啊，先这样，我们后面如果需要调整再来去调整吧。来一点这个深的这个三绿，来一点这个浓的三绿和这个胭脂，就不加水的哈，不加水的这一种，笔尖蘸一点点胭脂，来把这个长相画成一个嫩质感啊，把它改一下。改成一个嫩质感，覆盖一下啊，覆盖就是你到最后没办法，你只能这么去覆盖它。好，加一点嫩芽。这个里也是加一些嫩芽。
勾一下叶筋。好，我们用黑色的勾一下叶筋。后面淡的叶子的层次也可以不用勾叶筋。好，咱们嫩叶也可以不勾，可以勾也可以不勾，嫩叶就看自己想勾不想勾。好，这个上下就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这个对比关系，就不让整个画面都在一堆。现在我们就把它这个区分开了啊，上和下。好，这个叶柄不够明显，没有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补充一下。我们继续来，还要加花心哦。咱们这个花，我们把花上加一点花心。这个三绿点一点点雌蕊在中间啊，这一朵它不是很盛开的，点一点点雌蕊在里面就可以了。可能花心都会把这个雌蕊给遮住了，加一些花心在这两朵花。啊，这朵花心它就有一点在中间啊，就是不用去分五组，但是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它这一个花心就包起来，还没有完全盛开这朵花，花心在中间啊，包起来，这种状态。这一朵后面那一朵可以不加花心，咱们后面那一朵就不加了。好，这个枝干可以伸出来一点点，加上一点点嫩芽。
好，加一点点小嫩芽。这里还是不够好啊，再补充一下。刚刚这个是本来是要画嫩枝干，结果我画成了老枝干啊，直接把它画黑了。所以现在只能用覆盖的方法，用这个颜色器，用厚的颜色去覆盖。好，画一个小嫩芽进来。好，也差不多哈，覆盖的也可以，也差不多。往上拉一下，我来看一下整体效果，也行吧。然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个扇子这一部分啊，处理扇子这一部分。扇子刚刚这个黑色现在已经干了，我们把这个颜色渗开的这些地方把它整理一下。颜色有渗开的地方把它整理一下。刚刚说是用白色的线来提，现在是用黑色的线来提，用黑色的提也行啊。刚刚因为我们直接整体的涂了，把这个线都给遮住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线给找出来。这个扇子的这个骨还是不能让它成一片啊，扇子的骨还是要把它找出来了。先把骨找出来，然后这个扇子的话，还是感觉这个的黑色地方还是不够黑哦。加一点黑色，用这个黑色再染黑一点点。好，这边也是，特别是骨的这两边的这个地方。还有待会儿这个扇子我们还要加上字哦，加上字就会更加有意境了。写什么字好呢？
好，扇子这个骨把它加黑一点。其他的也是啊，其他这些也还是要再黑一点，感觉还是不够黑啊，不够黑，它的颜色就显得很薄，颜色显得很薄，就感觉就很平面啊，不够厚重，显得就不好看，所以还是要再加深一点点哈，颜色再加深一点点，让它更厚重一点点啊。哎，这笔太小了一点。好，这个笔上有点黑色也没有关系啊，带一点黑色就刚好笔上有黑色，加一点点水啊，加点水把这个太白不要调的太白了，太白不要太白了，加一点点墨进来，这还是太湿了呀！天呐，这不能进行下一步呀，下一步没法进行呀，怎么办？好，把这个边啊加一层，这个边画不画都没关系了。啊，这个边画不画没关系，主要是我想把这个边提起来。现在这里很湿，很湿，我看一下，试一下。好吧，就这样吧，就这样湿的就画，不然我们要等它干，又要等很长时间呢。
纸有一点不平，因为纸现在湿了它就会有一些不平，所以我们画这个线它会有一些粗，有一些细。哎呀，这纸不平，要小心一点啊。纸不平就很容易画成这个波浪形了，把这个线条。好，把这个线条给提出来。好，把这个扇子的这个骨给找出来。好，这个扇子才会更像一点哦，不然这个扇子不像了。这个生鲜纸，刚刚有朋友说怎么不跑墨？你看，就有的时候没控制好，它就跑了。你看这里就跑墨了，没控制好就还是跑墨呀。你以为不跑墨吗？还是一样的会跑墨。就是要控水啊，控制好水分。一点没控制好，这个墨就跑到旁边呢。跑了墨，咱们再把这里再整理一下。用焦一点的墨，用干一点的墨，它就不会跑。用干一点的墨整理一下。这里还有一组叶子。好，来题款啊，题字。题字，我想一下怎么题好。题小字还是大字呢？题大字还是小字呢？题这个题小的字，可能每一格都要写，或者隔一格写。我看一下啊，可能一首都可能要写好几首了。来，把这几首诗直接往上写，这几首诗都往上写，可能这几首都写得下。好，来一点墨啊，调一点墨，
可以不要用那么浓的墨去写，亲爱的家人们，加点水啊，把墨里面加点水，不要用太浓的墨去写，就不要把那个字写得太黑了，知道吧？试一下这个有多黑，哎，还是好黑呀，再加点水。就不要把字写得太浓啊。好，这个可以，差不多。把字写浅一点，亲爱的家人们，控制一下笔上的水分，写在这个深色这一边吧。春花尽放自修藏。从哪一边开始写？从这一边。我写字不好，你们写的好的，就更好了，更好看了。不与清风论长短。论短长，我写成长短，一样的吧。洛阳神女当魁首。太小了，你都看不到我写字了。千姿百媚映朝阳。好，这字不是特别那个重要啊，它只是一个衬托。然后下一首，春花开尽独自芳。尽是人间第一香。花魁引来千年醉。哇，这几首诗好好。
谁人不来作诗章？自古墨客多持扇。潇洒倜傥死人现。都不会写了，歪的。牡丹天香承富贵，就这样吧。玉履清风坐相伴。这怎么那么合适啊？刚好写完，3首诗刚好写完，刚好上面刚好刚好，不多不少。好，这幅作品再加底色就可以了。如果加底色的话，我想一下加什么颜色。好，大家好，这幅作品我做了一个蓝底色的这个底，刚开始。现在的话就想把它这个底色改一下，觉得这个紫色不太好看，咱们把它改一下，改成这个红色的，就是我们下面那一幅，后面的那一幅的红色，因为我先录了那一幅，然后再给这一幅改颜色。这里面是有蜀红、赭石、藤黄、鹅黄，还有一点点胭脂调成的这个红色。好，我们就把这多的颜料把它涂到这一幅画面上。大红色，很红，感觉就是一个大红色。把这个颜色往这个画面上涂一遍。然后这个红的话，它跟这个紫的话还有一层紫色，颜色会跟另外一幅会有一些区别，但没关系啊，就让它有区别。
还是一样，就这样平涂啊，全部平涂就好。可以不说话，因为大家配着鞭炮声啊，配着这个鞭炮声来涂。把这些物象把它给，先把它找出来，涂的时候就方便一点，就可以大笔的去涂了。这几个淡的叶子太淡了，直接把它这个涂掉算了。好，平涂啊。
现在这个颜色是紫里面透一点红，刚好啊。就是把不太均匀的地方再重复的扫一下，还是尽量让它均匀吧。还有后面啊，看一下这一幅的话，要不要撒一点白或者是金？这个的话可以不用扫，这幅因为画面已经很多很丰富。
这个颜色刚好用完，这是冥冥之中这一幅要让我把这幅画的颜色改一下，刚刚涂完这幅画的画。好，这个红色就涂完了啊，涂完了。咱们把这个，这有一点没涂到，把这个金色前面没有，不是前面啊，另外一幅画没有用完的这个金色。好，现在这个底色，这个红色底色涂完了，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另外一幅画多的这个金色里面有太白一起的这个金色，把它也撒一些在这个空白的地方，就稍微小心一点点撒，咱们就不把这个画面遮起来了。现在是湿的啊，其实我们不用它很明显的一点一点的，就让这个纸是深的，然后撒进去的这个颜料让它散发开来，在这个水里面散开，散开之后它会显得没那么明显。撒一些在中间这个画面上也没有问题。好，可以了，这张画就这样子完成了，大家可以一起画起来哟。